哎，胖虎早啊！哎，早，小鸡。你今天要带我去哪里啊？这栋看起来很新哎。哦，对，这里真的很新啊。我们今天来到了新庄，这栋呢，离它的完工那个使用时照的时间大概只有2年的时间。但是呢，听说厕所有一点点漏水的问题，就墙壁有壁癌，所以呢，屋主呢就请我们来帮他处理这个厕所的部分。因为这个厕所还很新啊，我们刚刚说嘛，才完工2年，盖的时间比较长一点点，大概啦，厕所的防水完工大概也很多3到4年的时间，但是还是有漏水的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并且要怎么样帮他解决。那我们就上去看看，好不好？走。哎，胖虎怎么了？哦，没有，我在看这个墙壁是什么墙壁啊？墙壁有很多种，比如说最早的就是砖墙，然后呢，后来就有RC墙，那到了现代呢，又有轻隔间墙。所以我们要先判断这个墙壁到底是什么，因为墙壁的不同会导致我们防水要注意的地方会不同。所以这影响到我们这次厕所会漏水的原因。最主要原因应该就是这个，因为我刚刚这样敲啦，这个墙壁啊，不是砖墙，也不是RC墙，它就是轻隔间墙。那怎么可以判断呢？除了听声音以外，我刚刚是听声音嘛，除了听声音以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来量一下墙壁的厚度。这个的门框哈，它的厚度大概15、16公分。如果我的墙啊跟它一样大，那8层砖墙或者RC墙，那时候就是听声音。听它那个敲出来是不是低沉的声音呢，还是空的声音？那因为现在很明显，这个墙壁的厚度哦，大概只有这样，大概8公分左右，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东西就是轻隔间的墙壁。那轻隔间的墙壁会发生什么问题呢？第一个，它的优点就是施工很快速啊，因为传统的那些 RC 啊或者砌砖都要很久的时间，它这个速度很快。但是又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在做防水的时候会遇到地板的那个直角的地方啊，很容易会有开裂的问题。开裂呢，就会导致防水层破坏的地方，有可能这个地方的防水呢，也许做的稍微没那么的谨慎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今天这边这个门口的区域呢，就有一些渗水的问题。那这次也是来刚好，要帮他把这个渗水的部分处理掉。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刚刚说了，我们这间才完工2年多而已哦，所以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个厕所其实还挺新的。那既然这么新的情况下呢，应该没有人会想要把它拆掉吧？好像不太划算啊，都是跟新的一样啊。所以既然还是新的呢，那我们就会做一个方法，就是像之前我们提到的免敲除，而且是针对新的厕所来做的免敲除。所以我们这次会用涂布式透明的防水来把我们整间厕所全部做完啊。现在呢，我们的伙伴正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在做什么事情。小心不要软脚了哈。那现在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在贴胶带啊，为什么要贴胶带呢？我们并不是要打矽利康哈，贴胶带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刚刚我们记得吗？我们刚刚说过，轻隔间跟地板啊，跟其他的地方的直角，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同样的材质，异材质呢都会有伸缩缝的问题，而且只要是轻隔间，它的伸缩缝会更大。因为地震啊，或者是人啊去碰到它啦，这是玻璃不能敲这个墙壁。如果我去碰到它，其实它都会有一点震动的产生。那这个震动产生呢，就有可能在直角的地方啊，会有一些晃动，专业术语叫做位移啊。所以如果呢它有位移的产生，位移会怎么样呢？就会把我们的原本的东西撕裂开来。所以现在他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为了等会要打一个透明的弹性的胶，来让这个位移的部分可以被这个胶吸收掉，不会直接破坏掉我们的防水层。简单来说就是呢，为了避免裂开，所以需要做这个东西。这个步骤很重要，尤其是在做轻隔间的部分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没做哦，你的防水层哦失败的几率我不敢讲，但是绝对非常的高。突然想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刚刚说透明的弹性的填缝材嘛，你可能会想说，我家外面窗户打的也是透明的啊，对。没错，那个是透明的矽利康，跟这个东西不一样。虽然说都是用那个矽利康枪打出来的，虽然都是透明的，但是一个可以被防水涂上去，一个不能被防水涂上去。所以千万不能用矽利康来做这个填缝，你的防水会在上面就直接裂开来，不需要等地震，等它干了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剥下来，因为矽利康没办法被防水材附着。像这个屋子还很新啊，屋主都没有使用过，他怎么知道防水有问题啊？买房子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请我们的专业的验屋团队来帮你进行这个整个房子哪里有缺失的检查，因为毕竟这个是新成屋，那跟建商买的话，就是代表这个事情这之前全部都没有人使用过，没有人使用过就不会知道哪里有问题啊，所以请专家专业的验屋团队检查这个
房屋的问题的话呢，就可以找出问题，尤其是像漏水。如果你只是来看房子啦，你洗洗手啊、冲冲马桶啊，不一定会有漏水的问题，因为通常这些地方如果有漏水你当下就可以看到了。但有些东西都需要长期使用过，水比较大量的时候才会遇到，所以这个时候验屋团队就会帮我们做这件事情，找验屋就对了啊。如果想要认识验屋团队，我们也有很多的专业的验屋厂商，可以介绍给你认识哦。业界真的很专业的，并不是话术的验屋团队给你。你们有用了2台新的机器耶，好像跟之前的有点不太一样。这几年我们开始做这个浴室的免敲除，我们尝试了很多新的方法。这个徒步的方案呢，是这2年我们开始做，一直在想说要怎么样子更优化我们的施工流程。防水前的清洁非常非常重要，你只要清洁做得好，那你的防水才粘得上去啊，要不然就很像你化妆没有洗脸。那涂上去之后没多久就脱妆了，一样的意思。所以这次我们就找了2台机器啊，一台呢是比较低压，可以作为浴室用的高压清洗机。因为一般的高压清洗机压力太大，我们怕把浴室洗坏掉，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压力比较低一点点的。那重点是第二个是高温高压清洗机。这个东西呢，它可以有145度的蒸汽温度来帮我们清洗顽垢、霉菌、污渍等等的东西。一般洗东西，你用水压高一点，确实有朋友能把一些脏污洗起来，但很多时候你还是需要用刷的啦，或者用其他方法。平常如果要洗碗，那油污啊，你是不是用热水洗会比较好洗？所以同样的，我们洗厕所用热水洗也会更好洗，只是我们今天不是用一般的热水，因为一般热水淋一淋也许就洗得掉，但是你有洗过厕所，你一定知道这洗不掉的啦。所以我们就找了这个高温的东西来洗，确保我们的这些脏东西最大程度的被清洗起来，这样我们的防水材呢涂布上去的效果就会更好。你那个蒸汽机这样看起来好像在帮厕所做上温暖。确实，看影片你就看到它一按下去，那个蒸汽就出来，然后就烟雾环绕，好像仿佛来到了人间仙境一样。但其实它真的很热，很热，很热。你可以等会问一下我们的施工的人员，就知道他当天施工的时候呢，应该是整间浴室是湿的，他全身也是湿的，并不是蒸汽让他湿的，而是流汗湿的，因为它真的很热。那你会建议居家的人会入手一台吗？你自己有车子，要不要准备一套清洗工具一样？这要看个人。你真的很有爱，想要做这件事，觉得做这件事是让你享受、让你放松的话，你当然可以买一台。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跟我一样，不太喜欢自己来。所以呢，如果你买了是放在那边生灰尘，倒不如不要，可以委托给专业的团队，或者由我们来帮你找专业的清洁厂商来帮你做这件事情。保养的成本啊，或者是买的成本啊，反而可以降低。机器可以维持在最好的情况下帮你工作。如果你放在那边放久了，放它坏掉了，哇，那笔钱就浪费掉了。好，以上就是我们本集的所有内容啦。所以，如果你也想让你的家里呢，厕所可以做3温暖，好好的清洁一下的话呢，并且把防水也做起来，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想要，或者直接私讯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来让你了解怎么样帮厕所的防水，在不用敲除的情况下就可以完全更新，让它不会有漏水问题哦。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要打开那重要的小铃铛，才可以看到我们最新的节目哦。我是不只是装修的胖虎，我们下次再见，拜拜。